产业动态、业界新知都在展昭 On Air， 直播不断线，转型不掉链。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展昭 On Air Intelligent Asia 的系列直播。那 Intelligent Asia 亚洲工业 4.0 暨智慧制造系列展呢，将在8月19到22号在南港展览馆1、2馆双馆盛大举行。今年我们涵盖了8大主题：机器人、自动化、模具、3D 列印、物流、冷链、流体传动以及数位机械要素。那只要上我们的官网去做预先登录呢，就可以免费参观。那每周二下午的3点钟，我们在展昭展览网以及展昭科技展的双频道都会播出这个 Intelligent Asia 的系列直播。我们会邀请厂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在这个疫情当中他们是怎么样应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还有他们怎么样克服这当中的所有的挑战。所以欢迎所有的朋友可以追踪我们展昭展览网还有展昭科技展，每周二下午锁定我们的直播。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现场的呢，是我们自动化跟机器人大展的参展厂商北尔电子。那我们邀请到李立伟协理 David 来到现场，跟他们聊一聊，跟大家聊一聊他们对这个产业现在现况的观察，还会跟大家分享这次他们的首发的主打的产品企业战情势。我们热烈掌声欢迎 David。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David。那 David 今天来到现场，可以先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北尔电子吗？因为可能有些朋友很熟悉，可是也有可能有一些朋友还不太清楚北尔电子。对，那北尔电子呢，它是一家瑞典公司，它是1981年呢在瑞典的马尔默成立，是一个濒临那个其实很接近丹麦哥本哈根的一个工业都市。那它1981年以来一直将近快40年的时间，它致力于所谓的人机界面的开发。所以它主要是基于那个机械控制器资料截取跟可视化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北尔的基本上呢，在那个它在那个整个的那个我们在瑞典、在德国还有台湾，它的研发整个都有分在3个区域，这比较特别，在台湾这边有。那所以呢，基本上它的亚太总部都是在台湾，而不是在大陆。这在国际公司里面非常少见，这是非常少见的，对。所以呢，甚至呢，后面会提到我们整个的整个生产也都在台湾，也都在台湾，哇，对。那它是一家小而美的公司，小而美的公司，那跟那个亚洲的那个渊源也非常的长久。它其实最早期很少听到是欧洲公司跟日本的自动化产业。它是这样的一个之前有投资关系，后面现在是整个瑞典的我们的整个集团整个自己的资金在这里推出，所以他对亚洲的一些控制系统也非常的熟悉，这是他特别的点。那因为在瑞典的关系，它基本上呢，它的整个的行业解决方案跨了不少的领域。那我们知道在欧洲最著名就是那个 Marine 海事，所以基本上呢，它在海事这方面呢，它是算是全球前3大的一个那个设备供应商。那包括一些船舶，甚至像那个我们现在台湾最夯的那个风力发电，这部分它因为它的我们产品基本上海事的各种认证都有。那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点。然后另外呢，在一些废水处理，那在一些当然制造业，人机在所谓制造业这个部分来讲，它也是有相当的涉猎。那甚至我们还有一些网通的设备是属于那种交通运输行业的。那慢慢在楼宇部分有用到这些。楼宇也有。对，所以它因为它可视化的界面就属于那种所谓人机界面来讲，是属于人跟设备之间操作的一个媒介。所以在这几个部分，只要有设备，就会用到北尔这样的类似这样的一个人机可视化的一个解决方案。这大概是整个北尔的 background。那这上半年其实全球都受到疫情影响还蛮大的，我知道很多的产业其实现在都在面临很大的挑战。那这疫情对北尔有影响吗？或者说有没有怎么样产业链的变化的 ？David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是，基本上当然全球的影响都会有，总部还是有一些冲击，但是比较特别在亚太呢，我们目前来说就发现几个比较有趣的状况。基本上就是说，它在整个第一点，因为疫情的影响的关系，它造成了反而是一些热门产业的转移，它并不是真正全面衰退。例如医疗，甚至前一阵子我们知道石化业、中下游整个也大爆发。像北尔其实还参与了口罩国家队的设备的提供。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它这样第一个这边的转移造成说，有些衰退，有些反而是成长。对，一来一往弥补了一些中间的一些缺口。那再来一件事呢，疫情的关系呢，带动使用一些客户，他对自动化这件事
变得特别重视。对，因为呢，自动化你可以减少人员的使用量跟人员流动，所以呢，他们开始反而愿意投资一些在自动化上面，让说万一将来有什么变动或做一些亡羊补牢的措施。所以这部分也补足了一些。所以那再来一个就是说哪一个地方，就是说他在那个，因为我们知道嘛，各国都禁止旅行嘛，对，那老板们飞不过去嘛，对，那反过来就是说他对一些远距的一些监控。他能够说我在远端就可以看到资料，做一些决策，做一些管理。那因为北尔这几年在做一些数位化的解决方案，所以这部分呢，就你反过来，它有衰退也有成长。所以一来一往之间，亚太区基本上反过来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这是在所谓 business 这个程度。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在供货制造的方面，刚提过的那个北尔的整个全球的供应跟制造中心是在台湾。那台湾是疫情防疫整个最优良的地区。对，所以基本上呢，我们整个生产动作呢，反过来全球在供货反而都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我们没有停摆。对，没有停摆。当然料件部分有些部分当然有一些你是买中国的或哪个公司供应链，但是因为之前有些备料的关系。所以这个部分，因为当时设点刚提到跟一般外商不一样，我们重心放在台湾，所以这方面也没有被影响到。那公司的运作方面是很早，其实欧洲公司很早对那个整个机制跟整个流程的 IT 化本来就已经算是习以为常。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全球各公司，那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些这些流程早就已经 IT 化了。所以虽然有些像总部那边有些员工可能要在家上班，或者是说，例如说有些那个像亚太地区，我们亚太有时候还有 China， 还有韩国这边，但大家基本上网络可以连接得起来，所以完全都正常运作。所以当然在全球部分有一些冲击，但在亚太地区反过来，第一个业绩没有掉，第二个整个公司 operation 来讲，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一个一个那个的影响跟所谓的运作的不顺利，就没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 remote 对你们而言其实是早就已经在进行的，早就已经在进行了，所以根本这个影响其实就没有那么的大。是。哇，对，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在推动这个转型就在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转型这件事情对于很多企业或者是工厂，原本他们可能觉得这是未来的目标，对，但这是疫情反而让大家看见不是未来要做的事，没错，是 right now， 你现在就要开始动作，没错，对，所以其实也正好对你们而言啦，就是这个系统的需求设备的需求，其实反而是提升的，对，然后又很骄傲的，我们是全球很少数可以稳定供货的供应商，对，这非常的了不起，对，我们其实台湾的防疫真的很优秀，所以这也是整个台湾环境我们很安全，对，然后加上北尔这边自己的运作本来也就走在很前面，是搭配在一起才可以。现在其实我们没有受到疫情太大的影响，对。但也是因为这样啦，我们的展览才可以顺利开展。因为其实，在台湾不管是环境上，或者是我们这些厂商都是，对我们其实今年反而很骄傲，全球应该我们是唯一或者很少数首发自动化工业相关的展览。对，那北尔其实也参加我们展览很多年了耶，今年是第6年，对不对？对，第6年了。哇，那这6年来参展，就是有没有什么经验跟大家分享啊？其实就是说，这6年来，我们因为基本上我们外商这边成立来讲，你其实跟本土的 link 比较没那么直接，刚开始，所以基本上靠展览去跟本土厂商取得一些连接，一个客户的连接是一个蛮方便的手段。那这6年来，其实我们6年经验是 get 不少很有用的例子。这个整个业绩，我们整个的开展也还蛮顺利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才会说，每年下来都有看到一些蛮明显的一些那个行销跟推广的成果。那另外一件事就刚刚说，尤其今年大家可能看到疫情的关系，但是如前面所提到，我们看到一个自动化，对，为什么呢？因为呢，基本上看到几个点，你基本自动化来讲，我们整个的生产制造在整个亚太区会产生板块的转移。那台湾这次的防疫成果势必会造成很多产业的回流，没错。好，那我们本来在自动化这产业里面看这需求有这个趋势起来。那第二件事，我们刚提过工厂数位化，这就是刚正如主持人所提的，工厂数位化经过这次疫情，突然从变成思考中变成必须马上进行中。那我们公司在这2年也一直在推广这样的方案。所以在这一次的展览，这样的话题带动下，更没有理由说不来参加。没错，我们就刚好在这 timing 点把这pop out出去。我相信一些厂商可能移到东南亚或者要回流台湾的，他们也想知道国内
到底有些不管是国内外厂商在台湾这边能提供怎么样解决方案，他们也想比较明确知道。这反过来让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商机的爆发点。所以今年当然就一定要再继续参加这样的一个展览。David 真的说得太好了，所有的厂商朋友，对我刚听到2个重点，就是第一个重点就是这6年来的参展确实看到了一些效益，对，因为这个平台真的让业界很多的不管国内外啦的厂商的交流，然后还有认识到这个产业里面很多它整个产业链里面不同环节不同的厂商，然后更知道大家的需求等等，对，所以呢持续的参展，我们展昭一直相信，对，展览就是推动产业的一个很大的推手。那当然，第2个重点是现在后疫情时代，对，确实，其实今年当然我们是不是如期开展，蛮多厂商都一直很关注。那展到最后还是决定，对，我们一定要如期开展，因为在这后疫情时代，这一波需求刚起来的需求，在得到的一些关注，如果不把握这个机会，其实明年就太晚了。没错，没错，对，所以那刚刚 David 讲到这个现在很多新的进展哦，那是不是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北尔电子今年在展览一个首发，也是今年的主力商品是企业战情室，对不对？对，跟我们大家聊聊企业战情室，好不好 ？OK， 好。那个企业战情室，我相信目前在台湾业界应该不是太陌生的名词。那战情室基本上顾名思义呢，它就是说，它不再是提供给那个所谓的 operator，它在在看这整个生产制造工作流程。因为呢，在我们这几年听到什么工业4.0这几个时代，我们发现它从 monitoring management 已经进展到所谓 decision making 这样的一个东西。那 decision making 它要看到的资料流是不一样的，它不再是单纯生产制造，它甚至连营运，或者其他的一些其他甚至财务端各种资料都要进来一起整个做整个监看。那这个前提下呢，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说我们看到整个说工业4.0的整个那个，它其实战情室的整个发想是从工业4.0起来的。各位看到一个这整个的系统的建制里程碑，从资源耗损、产线管理、机台资产效能管控、强化生产效能到企业运作智能化，那这一步一步进来，各位可以看到它要累积多少资料的收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以往在这几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几个问题点就是呢，光几个地方就第一个事情，我从底下要把设备捞上来，那这些设备本身有不同厂牌，那以往我们在技术上目前可行，但是会发现不同厂牌之间或不同的设备之间用 gateway， 第一个你要是用 gateway 把资料抓上来，你就可能要这上面就有一种软体，甚至数种软体同时使用，才有办法把资料截取出来，因为第一个基本运转资料捞得上来，但就很多不同的 gateway。对，那这些 gateway 呢，我们刚看过，在这些 gateway 来讲，你看从公用设施啦、生产线啦、生产设备啦、机械加工设备到甚至有些产业是半导体，它们每个通信协议都不一样。那这里面东西会很杂。那你看到这动要多，工程师要学多少东西才能把资料抓起来？真的，抓完这些东西以后呢，我们刚刚前面这3段，所谓的数位化，你才有可能把资料抓到。这是最基本的一件事情。那第2个部分呢？我们做完这些呢，就想去做一个可视化。可视化就是说，我把资料抓到以后，我希望来看到一些整个资料的呈现。因为很多的data 就是其实我们这样看没有感觉，要让它是我看得懂的。对，要看得懂的呈现。但呈现上又发现几个问题点。我们从这张图来看呢，说我们刚提过，战情室是属于 decision making， 是属于经营管理层看的资料。那我们如果回到比较以前的 turn 来讲，就是什么？它是IT， 我们在 IT 领域有一个叫 BI，Business Intelligence 这种软体，那这是很 IT 的属性的东西。再来一个就是 OT 来讲，我们讲 SCADA 或者人机，这2个合在一起，才叫整个做 Enterprise Operation 的一个资料流。但这会发生几个问题，各位发现刚刚讲 Gateway 就是一套软体，很多不同的设备，很多的软体要去学会。那 IT 的 BI 是一套软体 ，OT 的 SCADA 一套软体。目前来讲呢，在这上面呢，它是2个不同世界的东西，所以目前的做法都是什么？都用很多外挂的程式去把这些系统连接起来，然后才能做成战情室。那问题就来了，那第一个你要建制这样，你要很多外挂、很多客制化的东西，你的建制成本是不是要很高？对，你的建制时间要拉很长。那你公司不够大的话，还真的是负担不起来。所以它造成有阶级意识。公司不够大，资金我要不做不起来。但是我们认为但是这个东西不是大家
但是大家都需要，这是第一个问题点。对，不管大小公司其实都需要。对，因为你产业要升级嘛。对。那第二个问题点是好，就算你公司够大，你整合了起来，日后维护怎么办？你找一堆程式设计师做完 coding 以后，那程序设计师人员会流动，他写的编程嘛几万行，谁要去看？对。他以后维护不起来。那为什么以前我们看图控、看这 VI 的时候能做？因为它是套装软体，所以它有办法管理。那我今天解决问题，第一个成本高，第二个无法管理。那日后这是在使用者上是很大的困扰。第二个问题呢，在所谓的业者来讲，就算我能帮客户客制，第一个我案子量推得不够大，第二个呢，我的要连报价都很困难，因为每个都客制。对。那我还没有谈到我们下面的这 Gateway 还要学一套软体。所以我长久以来自动化为什么会慢慢起来？成因我们如果看西门子的、看 Rockwell、看谁，你会发现他们开始把软体整合成一套单一一包，像 TI Portal 或者像那个 Factory Talk TI Portal 这样子。这已经连自动化都趋势，何况我在做战情室的时候，我现在是分散的。这是一个所谓的整个企业的所谓进入工业4.0最大的瓶颈，其实现在是卡在这件事。所以贝尔一直在想一件事，我有没有可能用一套软体，从 Gateway、从 Edge、从战情室全部一套软体能不能做到完？这我们是提出这样的概念出来。这样的话来讲的好的讲点，第一个是套装软体你要规划，当你要做的时候，你一套软体你基本上要设计规划相对简单。对。第二个，因为它是套装的，所以你要 maintain， 没有所谓很多外挂程式，每个 coding 都不一样，要去维护。那第三个，在业者的角度上来讲呢，容易大量推广。对。成本你第一个你进入门槛成本会降低，maintain 能够起得来。那站在对业者上来讲，推广一定会拉高。我报价相对简单嘛，一个软体我只要报工时就好了，我不用去对软体做太多的客制，这是个点。所以这个是我们提出来的特点。所以它这个套装等于是取代了原本你可能需要很多不同的外挂程式，对，它只要一个套装就好了。对。那其实不管是你实际上建制的成本，或者是说在管理上、维护上，对，甚至是教育训练等等的，相对都容易很多。对。好，那北尔为什么会跨进这个领域？第一件事我们刚刚讲 Gateway 叫资料截取。那我北尔本来就是做人机，人机本来就是从各种控制器 PLC。各种机台设备把资料抓上来，这本来就是我的强项。那第二个呢，战情室就是做成可视化嘛，dashboard。那我本来做可视化软体，所以整个 core competence 我们本来就有了啊。那所以我们就从这基础上去演化来做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我本身来讲，北尔的那个软体呢，从 Gateway，甚至到 Edge，到所谓的战情室，我们都用我们一套叫 IX 的软体。这套软体本身除了基本操作软件，除了基本的人机功能以外，它进阶到所谓资料库啦、Edge Computing 啊、IT 的协议，多功能的显示及工业设计整合，这边我们本来就都有。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人机的基础上做整个这样的一个结合。那这样的结合起来呢，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我在设备上的人机呢，就基本上用我原本的传统式的产品，就当然把资料抓了出来。但是呢，我用到所谓的 Gateway 的时候呢，例如说我的设备上本身你有装，我用 Gateway 的，我当然就要抓截取。我本来的人机就有软体可以抓这些设备资料，那我就用这个东西整个来把它抓上来，就 Gateway 的方式。那我放到 Edge 端，它就是战情室可视化嘛，因为我人机本来就有可视化能力，所以我从 OT 到 CT 做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到 IT 层。我同一套软件可以完全贯穿，所以我们各位看到，从这个各种不同 application dashboard 这些，我全部可以 support， 包括 driver 都可以 support， 就实现我们刚刚讲如何用一套软体来贯穿全部，去解决目前整个在做战情室上的痛点。那所以各位看到，像这种各种不同的 driver 啦，这种各种厂牌到那个 IT 的 driver 这边，基本上我们完全都齐备。那所以呢，它可以做到。它其实就一个 total solution， 所以套装的，它做一个套装的套件可以做这些。那当然有这样的东西，就会达到所谓的提升的即时洞察，然后决策品质这几个问题点。那你也没有刚之前讲那么多外挂程式，要放在那边去。第一个建制困难了，工时长啊，再要每天困难这个问题。那各位看到，就是说我们刚讲人机以外，像我们这 IX 软体，除了底下抓设备以外，我们看到它这张图的，右边这张图底下抓这些 driver 设备。另外在左边呢，跟一些 IT 的软体，像 ERP、PLM、MES 呢，我可以挂它的 API，那我也可以用它的 SQL 的方式，资料库做整合。那当我这套软体同时放进来，各位不要忘了，北尔本身就是可视化软体的专家，我当然就很容易展现各种可视化的画面出来。
那我本身我目前在运作，像我们这软件来讲，本质上有跟云端连接的功能。所以当你在 local edge 端 on-premise 端不够用，我到 cloud 端我也有可以连线。所以我一套软体，用我一个套装的东西，我就可以达到之前讲的，不用一堆外挂东西连接它。这个目前来说，我们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公司也自己导入这个当战情室的。北有因为自己开发自己要用，我们也这样来做。所以它其实可以跟很多做不同的串接 API 都可以串接。对，所以像这是我们战情室的基本的画面的 example。那我们工厂边，包括我们的一些能源的管控，我们设备的一些东西，甚至各位看到，这张图的在那个左上方的地方，这是我们工单的资料从 MES 捞出，从 EIPMS 捞出来的，这些我们就用一套软体弄出来。那学一套，客户从人机，刚讲的人机从 gateway 到战情，就这套东西。所以engineer 只要学会一套，他就可以 maintain 整个系统，不像以前 gateway 要找 gateway 的人 ，HMI 找 HMI 的人，然后你战情室要找 IT 跟 OT 的部门要联合诊断。我们目前来讲就没有这些问题。所以光人才其实原本啦，可能都是不同的人才。对。那现在我基本上就是用这个来贯穿，那我教育学生只要学一套东西就可以了。而且它刚刚这样的界面其实就是可视化非常高的，对不对？对，因为很容易懂。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可视化，对，所以这是我最基本的能力，所以对我来讲，可视化反而是一个最简单的事。那我只是把强化，我在资料截取，但我最困难的工业设备资料截取，我们本来就专家，所以我们在强化 IT 端资料截取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功能，是这样来办到的。所以刚好这两个很核心竞争力的结合。对，因为就是两个核心竞争，我说我们就利用这方式来处理。所以在这边来讲，各位刚刚看到我们之前 gateway， 我们有开发我们的 gateway 的方训，来把前面的那个资源啦、产线运作啦、机台的这些全部拉在以外，另外在战情这边，我们就可以来达到整个这样的东西，整个完整。所以我们除了从 gateway 端人机到 gateway 到所谓战情室软体以外，我们除了提供完整的 solution 以外，那另外我们有提供这些套装软体的部分，帮客户去解决这样的一个方案。那我们认为这才是目前迈向工业4.0它最大的一个 bottleneck。这应该是一个目前，因为我们之前遇到的案子就是说，我们的 partner 跟我们讲，他们遇到案子基本上虽然找得到，价钱也很难报。因为全部客制，光报价都报不出来，对，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那报出来太贵，他能做的客户又有限。那像这样的话来讲，他基本上他们的整个的能够去 touch 的面就会非常广。对，很多的企业其实他们也很希望可以做转型或升级，但真的因碍于刚刚讲到这些现实面的问题，其实就是很难跨出去。对，所以贝尔电子这边就提供给大家一个很好的 solution。没错，所以我们基本上是 based on 既有稳定的技术，那 based on 现在既有大家的应用，只不过我们就比较像学 Apple 一样，我们怎么样把这东西做得比较亲民，比较实际能够导入真正的应用，因为我们认为这才是重点。你 create 太多全新的东西，对，其实不是，门槛更高。对，门槛更高，但是应该是说，在目前来讲，大家有需求的部分，我怎么样把它做到非常非常容易入手，非常容易入门。这才是based on现在的基础啦，是给大家一个 solution， 就是怎么解决现有的问题，而不是给大家一个新的东西，大家反而是原本的问题不一定完全解决，可是新的东西还学不会。对，所以我们基本上就直接在我们从人机的这个强项上面这个地方因为是我们强项，所以客户可以放心。但是我这边强项来讲，去解决痛点的时候来讲，这个对整个业界，我们认为对整个升级的帮助有很大的会比较大。对，那目前这套产品有已经实际在应用的案例吗？有，就我们目前来说呢，就说这开始有一些 SI 在推广。那之前有几个案子呢，我们做的还蛮成功的。不过各位一件事情这是 decision making 的一个系统，属于企业管理那一层，对，所以相对敏感一点，客户的名称我们比较不方便把它讲出来。我们不透露，对我大概透露产业，对我大概同几个词案例，就说第一个就是我们有那半导体的那个中下游设备业，中下游产业，它外围产业，基本上呢，我们知道半导体它最重要的产品就是现在都走向 6Gen， 那 6Gen， 那 6Gen 这个部分呢，以前只集中在晶圆厂，现在慢慢看到外围，我们各位知道那 PCB 协会啦，干嘛这些，大家都开始把这 6Gen 开始导成他们的标准协议，那但是有一个点有特点是，
像晶圆厂，像台积电，像联电，他们基本上那个公司比较大，对，它可以主导设备的规范，但是外围的产业，它基本上它比较不是有那么大的 bargaining power，对，它没有主导性，所以当它又要必须走这件事的时候怎么办？那像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也是这方面行业的，他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 gateway 跟人机跟这些我们基本上也 support sysgen 这样的一个协议，所以呢，它很简单，它只要设备本身呢需要做可视，都就把人机换成我们的，或者有人机就用 gateway 加成我们的，然后整个资料一样学一套软体就好，不管各种不同的产业不同设备，一套软体它就可以把整个厂的旧厂的部分全部转成 sysgen。哇，那他就不用去更动到，我们知道人机去加设备，就不需要更动到现场的控制器的程式，也不用更动到设备，它等于运作之后就可以去加装，所以它很轻易就可以升级。所以这是在 end user 的角度，我们有客户在做这个，所以非常成功的。像现在来讲，就是说旧厂它就整个去买，那新厂的部分可能就要求有些设备就带我们的人机，或者直接要求客户直接他能转就转得出来，但至少旧厂那块最大的痛点，它直接就可以解决得掉。那其实这是现在蛮大的需求，蛮大的需求。那例如说像设备供应商，目前有些设备供应商，他被要求他的设备本身要 sysgen compliant，但是他们控制器都用习惯用固定的，你要他换控制器是很大的工程。但是我们知道设备上面都有人机，所以像我们开始也有些那个一些客户就说，那我人机换成你的就好了，那我就直接上 sysgen 了，那我的控制器完全不用更改，就是利用我们讲单一套软体怎么让资料流。我们刚刚讲你的正情是有横向跟纵向两个资料串通，所以不管你从哪一项，它用一套软体就可以把这部分的资料流给贯穿。这是比较偏工业的。我们还有比较特别的，就是食品跟那个餐饮业。我们食品餐饮一般听起来跟工业差的有点，但是各位不要忘了，有些大型的公司，食品公司它是有中央厨房的，中央厨房它还是有制程，它还是有中央仓储。所以它的整个管理，你把它放到面上来，它某个程度也算是小工厂。对，所以我们就有一个产业，这产业不在台湾，就是也是它从 POS 到中央食品的那个产线，到仓储那一段，它全部用这样去连线。哇，那连线起来的话来讲，它一样，它这个东西就可以把做成类似一个战情式的方式。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很大的一个餐饮集团。他们就在说，它基本上它餐饮集团刚提过的中央厨房到仓储到这边，其实某个程度跟工业概念很像。对，其实是一样，都是生产啦。对，只是它生产的产品不同而已。对，生产产品不同而已。所以它是用它还特别要连到 POS。那另外来讲，对，还要 POS 的。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有出名的脚踏车的那个配件的厂商。脚踏车、自行车产业也有。自行车产业我们知道，自行车产业台湾 A-Team 很出名嘛。那 A-Team 当然很出名，当然有些他们脚步走得还蛮前面的。但是一样。自行车制造业很多都纯机械设备跟纯 PLC 控制器，所以呢，我们台湾自行车产业是起来的很早，所以很多旧厂，对，所以他要走更动的时候呢，他要做成数位化的时候呢，第一个设备是旧的，那这些要上去怎么办？第二个呢，台湾自行车很赚钱，你不能叫它停工去数位化，对，它没有办法停下来的，对，因为它也是很赚钱的产业，所以它也一样利用这样的设备来讲，它直接用外挂外加，而且对它 end user 来讲，它是学一套软体。他连可视化那段都做，就这些战情室也都做了。爱理连接他没连到 ERP， 然后连到 MES 系统，如果没记错，所以他也是用这套整个把工单跟现场的整个制造的资讯全部整合在一起，做成整套的 management 的系统。所以这是我们就其实还有其他的，只是我们就提供几个代表。第一个就是高科技的，对，传统机械制造业的，再来就是比较有趣的，因为食品也有，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嘛。那个疫情时代呢，反正食品啦、外送啦、干嘛也起来。那食品外送起来，你这些原物料的一些管理，甚至成品的管理，反而变得很重要。对，那这就举这3个，基本上符合台湾产业。另外一个也是符合现在疫情趋势，我们大概会，其实这是我们几个比较有趣的案例。对，刚刚讲到一个小重点，是在转型的时候，其实很多企业它不是不愿意转型，那除了刚刚有提到的现实面的问题之外，他们没有时间可以停下来。对，可是你不停下来，不整顿怎么样？好像又没有办法往前走。可是你们等于可以帮助他们无缝接轨，对，很快速的导入，很快速的上手，对，很快速的开始运作。没错，因为人机本来就是属于呢不是真的侵入式。
控制协议的那个方式读取，所以我们是可以在线上安装的。所以它设备在整个运转中，我们就可以去加装整个数位化的解决方案。对。所以其实听起来真的非常多的产业都很适用这套系统去做，让这个管理者可以更简单的管理。对，所以我们有个好消息，有一个好康资讯分享给大家对企业战情室有兴趣的朋友，就是在展览期间，北尔电子在摊位上每天都有3个场次的技术分享会，对不对？对。就会跟大家分享，这个企业战情室它整个系统的运作啊等等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现场提问。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赶快点击我们小编现在呢会提供一个连结，对，可以去报名参加北尔电子，他们每天4天都有，对不对？对，4天都有啊。展览8月19到22号4天都有在北尔他们的摊。每天都有3个场次的技术分享会，那大家就可以在那个分享会上面获得更多进一步的资讯。那 David 也告诉大家一下，北尔电子的摊位在哪里啊？在1馆4楼那我们的那个booth的 number 是 N1214。N1214，对，欢迎大家。对，8月19到22号，在我们的这个工业4.0的系列展里面，那北尔电子的摊位在南港展览馆的1馆的4楼 N 区的1214号摊位。那每天都有3个场次的技术分享会，很欢迎大家就是来参加。所以今天真的很开心邀请到 David 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对，让我们上了一课。那如果呢，现在正在看影片的朋友，你们的公司也有考虑要进入到自动化或者是数位化管理，或者希望透过企业战情室这样子的 total solution 这样的解决方案，来提供你更多可能更精确的分析资讯啊，包括去简化你的决策流程，也不只是简化，其实是简化跟优化，对不对？对，都欢迎8月19到22号到我们南港展览馆1馆4楼 N1214摊位来找北尔电子，了解一下这套企业战情室，也了解一下北尔电子他们在整个疫情之下，他们其实我相信有很多的 insight 可以跟大家分享啦，对不对？因为他们的应用在跨产业，所以各个产业有着疑难杂症都可以来找我们 David。谢谢。好，那要参加现场那个技术分享会的朋友，不要忘了去报名哦。那我们再次谢谢 David， 也谢谢今天所收看的朋友。那不要忘了，我们每周2的下午3点钟 Intelligent Asia 的系列直播都会在展昭展览网以及展昭科技展双频道播出。那想要了解更多的产业趋势或者是厂商的动态，都请锁定观看我们的直播。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在这边，然后谢谢 David， 也谢谢大家。我们 Intelligent Asia 的系列直播下周见，拜拜，拜拜。